克排球。这边就感觉超人气商品，这个看着，然后它的酱比较多卖那种，而且我感觉涩涩的，涩涩的，超级无敌涩涩。Good morning， 现在呢是早上7点。昨天晚上呢，我们太累了，我们晚餐都没吃，直接回酒店，6点睡到今天早上，所以就是挺困的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就比较早出门，现在也太早了，我们2个有点饿，所以想说去吃点东西。然后昨天我不是还有拿一个绿瓶子的维 C 吗？他不是说就是你疲劳的时候喝的话会消除疲劳。我喝的时候，我感觉它的确是很酸，但我不知道我现在稍微精神是因为我睡了12个小时，还是因为那瓶维 C，所以我感觉好像效果也没有说特别大。这是昨天买的草莓，刚刚在酒店洗了一下，然后等下打算一起吃，看起来就很新鲜。今天的风超冷的。今天的麦当劳挺多人的，它这里麦当劳有一个落地窗超好看，隔壁是一个公园，然后它那个景色超漂亮。吃一下我的草莓。哇，可乐饼，这是可乐饼的。对，还有这个我们点的那个芝士炖牛肉的派。然后这个呢是可乐饼，它里面好像放的酱比较不一样一点，它是芝士酱。可乐饼溢出来了，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就稍微比较普通一点，但这个好吃。接下来试吃这个，我很好奇，因为它的口味真的是太特别了。因为每次我想吃这种派，我就想吃咸口。它是芝士炖牛肉哦。好吃，它有一点点像那种可菲牛在面包里面放的那个炖牛肉，味道很像。最惊艳我的是这个可乐饼，这个很好吃。吃完啦，下午8点，我们要到处逛逛。我们在这个麦当劳走出来外面的一个小公园，超好看的。然后呢，刚刚我们就是在这边吃麦当劳，它还有一点点小红叶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但是对面全是还有一些比较散落的一些小红叶，感觉这边就是很 chill 哎。我们从对面过了一个桥，来到有红叶的位置，然后这边刚好又有太阳洒下来，它就很好看，所以我们要在这边拍一会照片。那个太阳打在这个湖面上的那个发亮，超漂亮的。Hello， 这个人看到这个红叶就整个是够，我也没跟上啊。
这个公园的小道太漂亮了，我刚刚就是在这边待了1个小时，一直在拍照，而且在这边穿棕色和红叶拍，特别出片，特别好看。然后那个阳光洒下来，很舒服。它的江边也超漂亮的，还有人在那边骑脚车啊、跑步什么的。天哪，那个风景超美。我们在这公园待了差不多多久？现在9点半，终于拍完照片。刚刚在那边就是嘎嘎一直在那边拍，真的太好看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扭蛋街，试试看有没有扭到什么我想要的蛋。毕竟来一趟日本，怎么可以不扭蛋呢？而且我最想要扭的是排球少年，要不然是 Attack on Titan。我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热爱动漫的人，但是如果非要说的话，我有2个特别喜欢，一个就是排球少年，第2个就是进击的巨人。如果等下去扭蛋城有看到这2个的话，我一定会去扭。刚刚我和小少爷就聊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。昨天晚上我们还没出门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为什么今天这么冷？后面才发现是我们酒店的房间没开暖气，硬生生顶着外面凉凉的风睡了1个晚上。然后昨天晚上小少爷就说你要不要开暖气？然后我就说别让我让房间有暖气。我一直以为他是已经开给我们了，我不知道我们还要 manual 自己去手动开一下。应该是说我一直以为暖气都有在开着。Oh my god！ 他们地铁站真的有很多这种卖小甜品的档口，然后它小甜品平均做的颜值都很高哎，还有布丁，超美。他们现在在准备，还没营业哦，现在9点半，他们最早都要10点11点才营业。这边还有卖饭团，有馅料的饭团跟紫菜的3角饭团，其实这2个好像都有馅料，还有一些便当。很多这些小店，可能他们上班很赶的话，直接买了赶货车。它这边有一个单独隔出来的抽烟区，如果你是在这边抽烟的话，你就不会被罚款。它就在这样的一个街道，然后隔了一个小区，在里面做了一个抽烟区。我们现在呢去吃一家布丁，因为我们那个扭蛋城刚刚小少爷在 Google 看了一下，说还没开，11点才开。他们的停车场还有分2层式的，所谓的2层是这个样子哎，超酷！而且我感觉他们这边就是很妥善的利用他们的空间，很多地方他们摆放他们的物品啊，都是以我非常没有想象不到的一个方式，然后就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收纳空间。吃的是这个布丁，但是看起来它好像还有卖一些甜品。它这个是火鸡茶的芝士蛋糕，这个是 salted caramel。这是我们到日本喝的第1杯抹茶，然后我叫这个是抹茶拿铁，小少爷叫这个是柚子气泡水，因为他不喝咖啡。奶奶的，很好喝。This is nice。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喝抹茶的人，所以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身边的人那么爱喝抹茶。可是我相信那是因为我还没喝过一个好喝的抹茶。那 caramel 很好吃。我想象中的没有这样短，可是它的焦糖做的很好哎，它的焦糖做的真的超好。你可以吃到它的苦味，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突出的苦味，很好吃。而且那个布丁的口感不是我之前吃过那种很有弹性的那种，其实反而蛮结实的。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是感觉不像在吃布丁。它既软，然后你咬下去它其实不会碎，不是那种一吃下去会化那种短的感觉，它很像鸡蛋味，它的布丁。这抹茶太好喝了，我的裙子又喝了一下。我好像每次去旅游都会打翻那个饮料，刚刚我还洒到到处都是，我赶紧擦一擦，我怕店员骂我。这个好帅哦！这
多二次元的东西，但我一个都不认识。我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我的排球少年。但我感觉这个蛋蛋街其实蛮大的，这个区，所以可以在里面花很长时间慢慢逛。我实在太好奇了，然后上网搜了一下，原来这些全是 VTuber 的。这 VTuber 都这么帅的吗？芝麻开门。他们还有卖娃娃的假发，你可以买回去自己给你的娃儿修剪，然后套上去。这些全是那些娃儿假发的长度。有画风的多酷，超可爱！哇，这种画风看起来就很好看，但是好像不能过审。这看着也好看，这里简直就是日漫天堂，但是我看不懂日文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My god! 不懂会归动画，有一些是他已经画了动画，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变动画。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换表情的小心。它虽然叫蛋蛋街，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我的扭蛋。我看到的扭蛋其实就很少，比较多是卖模型，然后比较多是卖漫画，还有海报啊，一些周边，没有什么扭蛋机耶。手动遮一下，他应该也知道尺度很大，所以他没有放照片出来。这个是色色的。超级无敌色色！我终于看到了排球少年的扭蛋机 ！Oh my god， 这是月岛樱，还有我们的自由人。跟他斗争了好久哦。是啊，硬硬的，是软软的。那最后你打赢了哦。虽然找到了排球少年的，但是它太少了，基本上只有2个机只有，然后感觉也没有很好看，我就没有扭了。这个蛋蛋街真的是太多东西逛了，我们逛到快2点，然后我们在超饿，我们早上只吃了麦当劳还有那个布丁，我们要去吃饭。我感觉在这边12点之前时间过得很慢，12点过后呢，时间突然就是快速的流走，现在已经感觉到太阳已经要下山，然后天暗了，这才2点。我感觉我在蛋蛋街好像没有停留太长的时间，我觉得我早上拍照停留的时间会稍微更久一点，可是就是12点过后突然感觉，时间怎么都不见了。午餐我们来吃拉面啦，我选了5片肉的话摆的超好看，我还额外加了蛋，这拉面必加蛋，超好吃。它汤底是属于那种酱油 base 的，2款都是，一款是比较稍微重口味一点，它汤底不是豚骨的哦，是用鸡骨还有鲜贝熬的，它的面也是属于这种比较粗的拉面。我们还点了餃子。这虽然不是我们在大阪吃的帝王拉面，但是它真的很好吃啊！而且它的汤底吃起来就是那种感觉不太浓，但是又很香的那种酱油香味。虽然感觉你们已经听我夸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，他们的鸡蛋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和前一碗那家相比，完全就是不一样的风味，感觉随便进了一家拉面馆，吃起来都不会踩雷。它面条挺好吃的，然后上面的汤底感觉比较轻一点。哦，你这个柴鱼味很重，我那个是酱油味更重一些。可是它的面条很好吃，它猪肉感觉也是很薄一片哦。我自己喜欢吃这种拉面是那种薄薄的猪肉，旁边好像还有一些胡椒粒，感觉有点像菌肉片。它
它就是熏肉片，它是叉烧，可是熏的，超好吃。我真的很喜欢吃这种有嚼劲的面条，就我是吃饭偏重口味一些，但是在这里他们的饮食文化虽然很淡，但是架不住每一道都很香，所以我基本上每一顿吃的都挺开心的。今天早上不是起得很早嘛，然后还在牛蛋街逛了一中午，刚好卡在饭点，还很幸运的不用排队就能吃上，这怎么不算一种幸福呢？就在我忙着低头炫面条的时候，瞥了一眼窗外，发现到那个队伍开始排长队了，所以感觉还是挺幸运的。从我们的拉面馆出道来呢，有经过这个类似这种菜市场的地方，然后呢这边卖的很多都是衣服啊，比较多卖那种羽绒服、棉服，还有那种美妆用品、药品的小店铺。从新斋桥吃完午饭，简单的逛了一下超市呢，就开始随便乱走，完全就是属于哪里好看就往哪里走。结果意想不到，在一个交通路口上看见了两侧长满了好看的银杏树，简直就是超级开心。可以在同一天看到红叶还有银杏，感觉就是超棒。虽然今早在公园看的红叶已经逐渐掉落了，但肉眼看的时候还是很好看。友友们，我看到了黑色的 Seven 刚好可以去看看有没有那个网上很出名的那个抹茶。这2天我们跑了2间，里面的店员都说没有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就很不错，它写着超人气商品，它看起来很像是外面有巧克力，然后里面是葡萄软糖。它这边还有Gundam的模型，有点可惜，那个店员说抹茶的7 Cup 已经卖完了，所以呢就只有红水果的smoothie。而且它这间黑色的 Seven 感觉店内超大的，一眼望去。我买的这个是有香蕉、草莓，上面还有一点点的菠萝，闻起来超香，甜甜香香的，水果味真的很重。银杏树下的7 Cup， 虽然很酸，但是它水果味真的很重，而且它不会很大杯，就小小杯一个了。这里的街道对比新斋桥那边，这边就感觉像古早味跟地道似一点点。尤其是这种天快黑的时候，所有店家亮起灯的那一刻，真的非常符合我对日本热闹街道的幻想。有好多设计娱乐场还有杂串店，看得我眼花缭乱的。而且这边扭蛋机的种类也比今天中午去逛的那个地方还要多，但还是看到动漫人物的机子偏少。越往里面走，越发现那些餐厅的装潢越夸张，越花里胡哨，可是又感觉挺独特的。甚至有一些像鬼灭里面的无限城。再往前走可以抵达通天阁，但是我们逛了一天蛮累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上去看。所以呢，就浅浅拍了个游客照，但是好多人哦。然后这是我给你们拍了360度无死角的一个视野。为什么这回在酒店呢？是因为我们逛完新世界之后，马不停蹄的赶紧去排网上特别火的一家牛舌店，结果被告知有食物主要等95分钟。是的，我们在原地吹了1个小时的冷风，但只过了5个号的情况下，犹豫再三之下，我们还是打算回酒店休息一下。结果发现刚到酒店就被叫号了，于是我们又马不停蹄的赶回去，但是我们心里很忐忑，因为我们不确定在过号的情况下，他们愿不愿意让我们入店用餐，而且当时候距离他们结束营业只剩下最后15分钟。我愿称之为这是最刺激的一晚。Google 上也说它是晚上9点停止营业，然后现在是8点45。晚上排号的时候会留一个 email 嘛，然后我们收到 email 是说，如果你的号过了，但是你能在停止营业前回到店来的话，你还是可以进店的。我们一到店门口的时候，发现到还好多人在排队，可是前面已经挂着已经停止营业的牌了。然后我们想说我们去试一下吧，然后我们跟那个店员说，哦，我们有拿过号了，然后他就直接让我们进，真的是有惊无险。他的店现在还是超级多人的，然后刚刚我到的时候，外面还排着好多人。点了2杯，他们的招牌都是关于有柠檬的饮料，这一杯是有酒精耳，这一杯是没有酒精耳，这个好像是柠檬soda，自己柠檬。
我点的这个是不切牛舌，然后跟牛肉。小少爷的这3款都是属于牛舌，只是不同的切片。然后我的牛肉呢，它还额外给了我这个蘸酱是蛋黄，还有酱油的，放了一颗生鸡蛋，然后还有这些鱼卵。它套餐里面还包含了这个炖牛肉，看起来超香。小少爷的牛舌还有一个白酱可以给他点。这牛舌看起来颜色就很漂亮，而且超厚的。这满满的鱼卵搭配蛋液拌开，一口闷真的是太满足了。每咬一口都能吃到鱼卵在嘴里爆开，伴随着鸡蛋香铺满整个口腔，真的太爽。现在我要试这个牛肉，它有很漂亮的雪花，然后它真的很薄一片。小少爷另外一个牛舌，他说这个要沾葱吃会很好吃，这个切片会稍微比较薄一些。我觉得它牛舌这种它的主打的已经很好吃了。这牛肉处理的太好了，一咬下去满嘴的牛油脂肪香，咸香的，再搭配一口饭，真的超下饭。蘸料里面的酱油咸度也拿捏的非常好，既不会太咸，又能突出牛肉好的品质。牛腩的话是那种非常典型的日式咖喱，比较偏辣一丢丢。我最喜欢它的厚切牛舌，真的很好吃。我都断了，而且脆脆，好神奇哦！它切了这么厚。我原本以为他们的主打饮料只是纯粹为了解腻而已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一顿吃下来完全一点都不腻，而且我从未喝过任何的柠檬酸是如此的顺口，好喝到我愿意为了它再专门回来排2个小时的队。反正这一顿吃下来，我对这家餐厅的评价还是蛮高的。好啦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